爹，午时快要到了。轩儿，剑下剑要出坛了。仙侠剑乃是我们欧阳世家的传家之宝，你们凭什么来抢？都给我滚！岂有此理！你好好守住神仙坛，别让他们拿到仙侠剑。这些邪魔歪道，就让爹来收拾吧。我来帮你！再见。好机会到了，抢！走！圈儿，跟我一起把剑抢回来！
跟紧那个蒙面人，抢回线下剑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元真，绝不能让他把剑带走，维护江湖。走。看你往哪儿跑！给我上！放箭！山庄变成集市了，是不是？这黑衣人怎么进来的？拿我们修罗门当什么了？我嘱咐你们严加看守，你们看住什么了？爹，您受了伤，千万别生气。我能不生气吗？我们欧阳家世世代代守护的传世宝剑和剑谱，就在我们面前被抢走了。你让爹还有什么脸去面对列祖列宗啊？爹，您没事吧？我先扶您坐下吧。来，没事，慢点，没事。有一股剑气在内，有这种功力，能用竹杖削铁如泥。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？请都督大人恕罪。没用的东西！给你们那么多兵马，居然连一个黑衣人都抓不住，还被他抢走了仙侠剑。我还要你们干什么？既然你们这么不中用，本都督就废了。
究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发这么大火？你不知道，仙侠剑就在这几个饭桶面前被抢走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原来是因为这事儿啊！苍松，还不赶快向我爹赔礼道歉！啊！属下知错，请大人治罪。这不就行了吗？爹，你看，他们已经认错了。好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打猎了。好了，不要胡闹了。爹奖罚分明，这一次他们办事不力，爹一定要惩罚他们。别替他们说话了。哎，我可没替他们说话啊，我只是觉得苍松这次护剑失败，也是情有可原的嘛。啊？此话怎么说？爹，自打这仙侠剑传出出事的消息，武林的这些掌门呐，还有魔教的那个教主，不都打算要来抢这把剑吗？爹，你说这苍松能是他们的对手吗？这个爹当然知道，所以爹将都督府一半的兵力都给了他们，结果呢，他们还是一败涂地。但是爹，你说这黑衣人在强敌下竟然轻而易举地把剑拿走了，想必武功确实厉害。你就是给苍松千军万马，那也只能是徒劳而已呀。你这个鬼灵精，按你这样说，还是爹不对了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爹亲自前往神仙坛坐镇，他一定逃不过爹的手掌心。但是爹的身份不适合去那种地方，单凭苍松他们，自然镇不住场面了。好了好了，这次红红替你们说话，就放过你们了。谢都督开恩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都督。爹，我们快去打猎吧，要不然那些猎物就全都回家睡觉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爹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你还是我爹吗？你这个人……启禀都督，又怎么了？回小姐，何姬在牢房胡闹，非要见都督大人。死老头！苍松，你去看看。是。我要见蓝都督，我要见蓝都督大人。走，快走！你老实。何大人，我劝你还是省口气吧。我是清白的，我没有贪污，我的下人也是无辜的。我要见都督，我要问清楚，为什么他要陷害我？姓何的，你是戴罪之身，你还有脸见都督大人吗？我没罪，我死也死个明白。既然他想死个明白，大人，那本都督就成全他便是。你既然已经认了罪，画了押，还喊什么？省省这口气吧！啊，你喊给谁听啊？卑鄙小人，你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想逼我认罪，你错了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冥顽不灵，堂堂县官竟敢贪赃枉法，这可是株连九族的重罪，本都督绝不宽待。等何大人一家团聚以后，我就送你们一起到阴曹地府继续伺候何大人。不要，不要，大人，就算我犯了株连九族的罪，也犯不着杀我的下人呢。放了他们吧，放了他们，啊！不要啊，大人！放过他们吧，放过他们吧！
何大人，如果你真想救他们的话，就乖乖认罪。好，无论本官如何辩解，也无法洗刷冤屈，终究还是难逃一死。启禀大人，我这一辈子虽然没有立过汗马功劳，但我绝对对得起清廉二字。你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，也只是想要我这条老命。好，我给你们，但是求大人放过我的家人和我的下人。现在我以死明志，证明我的清白。我想来想去，能够以竹代剑，手法出神入化，功力如此深厚的人，如今除了神剑山庄的宋宁远，还能有谁？爹，您的意思是宋盟主就是那个黑衣人？什么盟主？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却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龌龊之事。玄儿，陪爹去找宋老贼，把仙霞剑找回来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何大人死了？是少爷，这是小的刚刚从都督府里打听到的消息。你来了，嬷嬷。深秋，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。这，你们这就要走了？差不多了。我们已经在府上打扰这么多天了，我和玉凤不能再麻烦你了。我娘说的对，我们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，这实在太不合适了。玉凤，宋大哥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天黑之前要是到不了你叔公祖那里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我送你们。欧阳掌门，我
我们神剑门和你们修罗门相无瓜葛，你何必如此伤和气呢？废话少说，快叫宋宁远出来！我们盟主不便见客，你有什么事，跟我说也是一样的。哼，这事儿你恐怕做不了主。宋宁远盗走了我们欧阳世家的仙下剑，快还我们仙下剑！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们盟主这几日连山庄大门都没踏出去一步，怎么可能去抢你们什么仙侠剑呢？你少装蒜！我手上可是有证据的，仙侠剑就是被宋宁远给抢走的。别再用闭关的借口来包庇他！我再说一次，叫宋宁远滚出来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盟主不便见客。那就别怪我们父子俩不客气了。分盟主，生秋，到了这望夫崖，离你们山庄也有一段距离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。你的心意，我和凤儿都明白。凤儿，我们这一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你和生秋有什么话，就赶紧说吧，娘到前面等你。嗯，慢点，娘。宋大哥，今日一别，等下次再见面，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玉芳，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，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，知道吗？变故？宋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啊，没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总是那么冲动。如果遇到什么事，我又不在你身边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今天我在集市上看到这个簪子，上头有只凤凰，跟你的名字很相配，我买来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我会好好珍藏的。对了，我也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这枚玉佩，我从小就戴在身上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收下它吧。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仙侠剑交出来，我就铲平你们神剑山庄！休想！爹，仙侠剑！没错，
圈儿，在这儿拦住他，我去追。是。呀！宋大哥，你就送到这里吧，我和我娘该走了。走吧。宋大哥，世事无常，倘若以后我们两个断了音讯的话，便约定在每年的8月15，到这望夫崖来聚首，共赏明月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8月15，月圆人团圆，我记住了。玉凤，你一定要保重。你也一样。怎么了？爹！爹，你怎么了？啊！爹！县主曾写下遗训，凡我族人非不得已默练仙侠剑，以免走火入魔。宋宁远莫非已经走火入魔了？既然如此，欧阳修罗，你为什么打伤我爹？哼，这个要问你爹。宋宁远，快把仙侠剑交出来！这就是仙侠剑，爹。宋宁远，你是强弩之末，只要你把仙侠剑还给我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你做梦！爹！激流勇进！爹！秋儿，快走！爹！爹！爹，你怎么了，爹？爹！爹修炼仙侠剑，没想到走火入魔了，导致体内真气涣散，越来越不受控制。爹的命不久矣。爹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爹，爹，爹的身体，爹自己知道。秋儿，听话，快坐一下。秋儿，爹现在把所有的功力传给你，以后你要勤加苦练，千万不可辜负爹对你的期望。
知道吗？看来你已经把所有的功力都传给你儿子了。还我仙下剑！嘿！我即便功力全失，也不会把仙下剑交给你。你这个无耻之徒，快把仙下剑拿来！别想了！秋儿，快走！快走！爹！快走！爹！快走！爹！怎么了，娘？我好像听到宋大哥的声音了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咱们离望夫崖也有半天的路程，怎么可能听见深秋的声音呢？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赶路吧。走吧。仙下剑呢？宋宁远父子和仙下剑一起掉下悬崖，我们赶快回去，叫人到山底下找，一定要把仙下剑找回来。是。娘，他怎么样了？此人脉象混乱，体内竟然有2股真气，其中1股真气极为强悍，应该并非此人所有。这股真气他无法驾驭，使得原有的真气在要脉大穴产生抗御，导致气血逆流，意识不明。那会怎么样呢？他会不会永远都醒不过来啊？他原本的那股真气太弱，
快要抵挡不住外来的那股真气了。如果放任不管，不出7天，他的5脏6腑都会化成血水，会四肢爆裂而亡。颖儿，你这次捡了一个麻烦回来。那赵娘这么说，他会不会没救了？居然能让你踩到断肠草，这个人的运气真不错。断肠草既内服，但是对外敷疗伤却具有神效。再加上我倾尽毕生精力研制的药方，可以暂时压制他体内那道狂乱的真气，减少对5脏6腑的冲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他得在药泉中浸上多久啊？究竟要泡多久，我这会也说不准了。要知道，此刻他体内那道真气实在过于强悍，能够以药性约束他已是万幸。要挨到他清醒，少说1个月，多则1年，皆有可能。颖儿，娘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人是你捡回来的，如果你要他活，你就必须每天帮他换草药、煮药泉。要是这个人死了，他的命可是要算在你头上，明白吗？孩儿明白。孩儿只是奇怪，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年纪轻轻，体内却被灌进如此强大的真气？还有，他究竟是受何人所迫，才会掉下悬崖呢？他是什么来头，跟咱们母女有什么关系？咱们好不容易逃出魔教，终于能安然度日了，你救他就是捡了个麻烦。哦，孩儿明白，我只是想想罢了，我会谨守本分的。你知道就好。总而言之，等他醒了就把这个人赶紧打发走，免得多事。哦。不可能啊！别说盟主，就连副盟主宋公子都没在山庄，没凭没据的，咱们怎么能断言盟主已经走火入魔呢？嗨，这乃是神剑山庄的弟子亲眼所见的，应该没错。真是怪哉呀！这仙霞剑刚刚失踪，就传来盟主练功导致走火入魔的消息。哎，你们说这2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？城关掌门，你这个推断是不是太武断了？你们这群人总算还有明白人。欧阳掌门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们都蠢。我告诉你们，抢走仙霞剑的人正是你们的宋盟主。简直胡说八道！你是不是想仙霞剑想疯了？找不到仙霞剑，你就诬赖在我们盟主身上，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！诬赖？我刚刚就被宋宁远拿着仙霞剑指着呢。爹，少跟他们啰嗦，咱们去找那狗贼，把剑讨回来。欧阳掌门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副盟主，宋宁远他人呢？如果再不交出仙霞剑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副盟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盟主拿走了仙霞剑吗？怎么了，副盟主？你方才不是也亲眼目睹了宋宁远手上拿着仙霞剑吗？还想抵赖？副盟主，你也看到了。诸位，请诸位稍安勿躁，我大哥还没有回来，这其中也许另有隐情啊！隐情？宋宁远已经走火入魔，这就是偷猎仙霞剑最好的证据。不如你把人交出来，我们面对面的跟大家有个交代。不好了，副盟主，盟主他盟主怎么了？盟主怎么了？
盟主，盟主！盟主他死了！欧阳修罗，你们太过分了！阎罗掌！啊！欧阳修罗，分明是你们害死了我们盟主！等等，此事必有蹊跷。这阎罗掌印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竟敢对盟主下如此毒手！笑话！我让宋宁远把仙侠剑还给我，他就乖乖就范吗？我是打了他一掌，他就拉着宋生秋一起掉下悬崖。现在尸体却出现在这里，仙侠剑却不见了，这分明是有人栽赃。什么？你说生秋他？宋生秋他自己突然冒出来救他爹，我们也没对他动手啊，还敢狡辩！盟主和生秋是被你们逼下山崖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抢走仙侠剑，还要杀人灭口，我这就给盟主和生秋报仇雪恨！出手！住手！欧阳掌门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幸好都督来得及时。都督大人可真有闲工夫啊！你连我们武林之事都想插手吗？武林之事？你们这帮人自谓武林高手，到处结党营私，拥兵自重，妄想用武林的名义为非作歹，不受朝廷管辖。你们可知道，这已犯下杀头重罪，还不知悔改？我们没工夫听你放狗屁，赶快闪一边去，省得碍事儿。本都督宅心仁厚，不想对尔等斩尽杀绝。只要你们归顺朝廷，本都督会奏请皇上，让你们将功赎罪。你们要是不从的话，到时候有什么后果，你们自己要想清楚。给朝廷做狗，那是畜生的勾当。不过，你做的倒是挺称职的嘛。住口！本都督给你们3天期限，3天之后，要是你们不归顺朝廷的话，到时候别怪本都督手下无情。都督大人，你可真够慷慨的，肯给我们3天时间。可惜张某没那个耐性，3刻我都等不了。欧阳父子杀了我大哥，你要是把他交出来，可以饶你们一回，让你们安然离去。要是本都督不肯呢？那就休想离开山庄半步。
虑清楚，3天之后我还会再来的。到时候别怪本都督没有事先警告你。欧阳掌门，我们先走。是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啊。哎，夫人，请节哀，我们一定会替盟主报仇雪恨的。没错，盟主一向都很照顾我们大家的，这笔账我们一定要跟修罗门讨回来。盟主的后事，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，还请夫人尽管开口啊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。按你们所说，仙侠剑既然没有落在张宏烈的手上，那肯定是落在宋生秋手里了。不错，我认为只要把握住这2个人，仙侠剑的下落就能见分晓。欧阳掌门，恕我冒昧的问一句，这宋宁远父子掉下悬崖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你在场吗？那会不会是你把仙侠剑拿走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嫁祸给别人呢？你怎么这么说我爹？我爹绝不是那种人。哎，都督大人，我向您保证，仙侠剑绝不在我们手里。在下也希望早日找到那把剑，弄清真相。另外，还请都督大人多派人手，早日找到宋生秋。虽然我娘叫我不要多问，但人总有好奇心的吧。怎么说，我也算你半个救命恩人了。等你醒过来，就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娘！娘！娘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他体内那股真气受到药性的影响，互相撞击，想找到出口。我刚刚已经封了他的血脉，现在应该收归到巨厥、气海还有关元穴，应该暂时能稳住他混乱的真气。药还是不行呢？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如果挨不到今晚，他这条小命就会死吗？娘啊，舒公主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啊？为什么我们要走那么远的路去找她帮忙呢？你舒公主她是个隐退江湖的武林高手，人人都尊称她为邓九公，也有人叫她无招大师。
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不过他老人家性子有些古怪，一会儿要是见到他，可不要乱说话，机灵些，知道吗？哦。我一来他就这个样子了，已经足足过了1个时辰了。娘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会不会死了？不会啊，看他面上还有血色。不可能啊！怎么了？该不会已经断气了吧？不，他非但没断气，反而体内的那道真气没有再到处乱窜，而且还都聚回到丹田之内。看来我昨天铤而走险，用歪打正着的方法救了他一命。哎呀，这可是关键，我得记到药谱上。哎，娘，我就知道你想做研究，但是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股气到了丹田以后会如何呢？你不懂，这股真气原非他所有。假使他日后善加调理，融合他原有的真气，他的内力会因此直升好几个层级，说不定将来还会成为武林高手的。可是他看上去好虚弱，真的假的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将来的事谁也不能预料。哎，婴儿，赶紧去给娘取放药材的药囊来，娘要替她重新调制药草。真希望她早日醒过来。现在娘对她的研究可有兴趣了。娘，刚刚你还说我多管闲事呢，现在我看你的兴致好像比我还大。娘只是有机会遇到一个试药的人，高兴罢了。怎么样，你还想不想救人？想，我现在就去拿药。好多年都没有来，一切竟然都没有变。那我们快点进去吧。叔公，我是柔柔，我带着玉凤来看您了。叔公，叔公祖。没有人，会不会出去了？娘，啊，叔公祖，娘，叔公，叔公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柔柔不孝，未尽后辈之责，这么久没来看你，想不到你已经……叔公祖，孙侄女玉凤第一次来拜见你，想不到竟是天人永隔，无缘今宵。叔公祖，叔公，会这么想就对了，好好将这感觉铭记于心吧。叔公祖，您不是死了吗？还什么死了？哎呀，别这么咒我行不行？这叫归西大法，你都没听说过？哎呀，哎呦，练个功就把你们吓个半死。原来如此，归西大法，归随有别，而悉之以耳。凡言归西者，当以耳言也。叔公啊，您练功就练功，也别这么和我们开玩笑呀！我们娘俩差点没被您吓死。哼，有道是子欲养而亲不在，我就是要提醒你，
要时常回来看我这个老家伙。说不定哪一天我一口气上不来就蹬腿了。嘿嘿嘿，到时候你在那呼天喊地、呜呼哀哉，可就真的没用了。哎，这位是我的孙侄女玉凤。凤儿见过叔公祖。想不到长这么大了啊！你爹还在当县官吧？叔公，何记他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我爹被蓝都督押进都督府，说是为了查什么贪污的案子，至今已经被关了半个多月，却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。舅公，舅公，舅公！哎呀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舅公，舅公，这什么事儿？这快说呀！你快说，别哭天喊地。我买菜的时候听说何记何大人畏罪自杀了。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怎么可能听错呢？大街上人都这么说。哎，九公，我记得那个何记何大人不是娶了您的侄女吗？怎么说你们也算亲戚是吧？您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？哎呦，不是，这两位是谁啊？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娘！哎呀，你看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扶进去！哎呀，这，走。老爷，你还记得玉凤16岁那年生那场重病的事吗？凤儿情况怎么样了？依旧没有起色吗？大夫已经来看过2、3趟了。他说这一回害风寒的人都病得很严重，烧了又退，退了又烧。凤儿这2日总是在昏睡中。大夫说，只求病情不要恶化，就属万幸了。凤儿平常身体强健，没想到这一次居然病了这么多天。你待在家里可要好好看着她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就让我一个人照顾她？凤儿可是咱们2个的女儿，她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要出门？唉，家里还有下人嘛。其实又不是你一个人在照顾她。你看县衙大门之外，这次水患之重，很多乡民百姓家都被冲走了，田也被淹了，老的死的死，小的病的病，他们又可曾有下人照顾呢？我身为父母官，我不去帮他们，天底下还有谁能帮他们呢？你这话说的实在是有些过分。你心里就只有黎民百姓，看他们受苦受难你就心疼。那我呢？我和凤儿在你心里还有没有位置？凤儿躺在床上病痛难挨，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说到你的痛处，你就无话可说了。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我嫁给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家里大事小事都是由我来拿主意。你每年的俸禄也就才10几担，每次开仓赈灾
还要自己贴买贴粮垫银子。你在百姓眼里是个青天大老爷，可你没有想过，家里的孩子大了也要穿衣吃饭，害得我每个月都要捉襟见肘。这些事你想过没有？你也不想想，你一出去就是10天半个月不回来。这些事我跟谁商量去？我明明也是有丈夫的人，别人的丈夫都在自己身边，我呢？我的丈夫有和没有都一样。这20年来，你哪一天不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朝廷，为了一方百姓鞠躬尽瘁，甚至连一顿安稳饭都没有在家吃过？结果呢，却被人安了个贪污渎职的罪名，还说你畏罪自杀。你告诉我，你值得吗？娘，您别这么说。爹一辈子清清白白，一心为百姓着想，每逢旱灾便诚心祈雨，只要百姓受灾，就向朝廷请求开仓放粮。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他们一定知道爹是被奸人所害，他们是不会毁了爹的声誉的。是啊，柔儿，凤儿说的有道理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叔公。老爷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害的。不是的，害死爹的不是娘，是蓝中月那个狗贼。要不是他，爹也不会枉死狱中。我现在就去杀了蓝中月，替爹报仇。凤儿，叔公祖，哼，你冷静一点。听闻蓝中月这个人武功十分高强，阴险狡诈，你年纪轻轻，在他眼里无足轻重，你贸然前去以卵击石，那是白白送死。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凤儿恳求叔公祖收凤儿为徒，我发誓一定要为爹报仇雪恨。不行，我从不收徒。叔公祖，这位姑娘，你这个愿望是美好的，可九公他不收徒弟。我想拜九公为师很多年了，别说武功了，就连做菜，我都是自学成才的。叔公祖，看在我爹的份上，难道你就不能破一次例，收我为徒吗？叔公祖，求求您了，叔公祖。好吧，你只要通过我的测试，我就收你为徒。叔公祖，您给我这么一大桶豆子做什么？这跟测试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只要能在1炷香的时间，把这里头的绿豆跟黄豆分开，我就收你为徒。怎么样？拜师学艺，你以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？如果你连这一关都通不过，那日后就别想有所成就了。不如早早放弃，本本分分的待在我这儿。不过是挑个豆子而已，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。咦，你以为这是小事啊？1炷香时间让你挑出黄豆和绿豆，我挑了这么多年了，到现在还没拜九公为师呢。九公，要不咱给他换个测试吧？咱们把
黄豆和绿豆换成苹果和橘子行吗？门儿都没有！闭嘴！怎么样？叔公，您真要收凤儿为徒啊？是啊，不过他得通过测试才行。可您明知凤儿她……凤儿性子太烈，做事有冲动，学武功对他来说未必是件好事。再说，这江湖险恶是常人所不知道的，我也是不想再问世事才退隐江湖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您为什么还要考验凤儿？这些豆子能磨练他的性子。习武之人要动心忍性，不管他通不通得过这测试，这样的考验对他也是有好处的。更何况，想要通过这个测试，可着实不易呀。爹，仙侠剑可有消息？完全没有。派去监视张宏烈的探子说，这些事情仿佛和宋宁远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与仙侠剑有关的蛛丝马迹。意料之中。还有没有其他消息？有，而且是个相当有意思的消息。说来听听。依探子所言，张宏烈对宋宁远的后事十分慎重，除了灵堂设置，就连沐浴更衣都不假他人之手。说是兄弟场，理当送他最后一程。这可怪了，神剑山庄有那么多的门生和仆役可供使唤，却由一个副盟主屈尊降贵干这种事，这太不合常理了。那宋宁远的遗孀有什么反应吗？没什么特别反应，但据孩儿所知，这次宋宁远的遗体是由张宏烈跟苗翠园一同入殓的，而且苗翠园对张宏烈特别的信任，处处都要他拿主意。这张宏烈虽然和宋宁远是结义兄弟，可毕竟是个外人，他能如此亲力亲为，只怕其中另有蹊跷。你派探子盯紧点。孩儿已经吩咐过了。掌门，参见掌门。人呢？属下无能，山谷周围数里都找遍了，但是没能发现宋生秋的下落。怎么可能？宋生秋是随他爹一起掉下山崖的。如果说还活着，就应该回到了神剑山庄；如果说死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尸首呢？你们是怎么找的？属下无能，请少主责罚。算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爹，这事儿您怎么看？宋宁远坠崖之前，已经把毕生的功力都传给了宋生秋。父子二人坠崖之时，仙侠剑确实还在宋宁远手里。现在宋宁远已死，按理来说仙侠剑就该在宋生秋手上才是。话是不错，可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宋宁远的尸体会出现在神剑山庄。他受过重伤，一个人绝对回不来。如果是宋生秋送他父亲回去的话，那他人现在何处？难道说这宋生秋动了歹心，想将仙侠剑据为己有？
所以就把他爹的尸体送回神剑山庄后，想方设法逃了。这样做难度太大了。宋生秋就算吸收了他父亲的功力，也未必能这么快化为己用。更何况那么大一个神剑山庄，不可能逃过所有人的眼睛。唯一的可能是，他根本没回去。那宋宁远是怎么回到神剑山庄的？这点我也想不通。整件事疑点太多。宋宁远为什么会死在神剑山庄？而张红烈又为什么坚持要亲手入殓？这些是否与仙霞剑的失踪有关呢？实在令人费解。但爹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如果仙霞剑真的落入宋生秋的手里，而他又认定我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一旦让他有机会练成仙霞剑的剑法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这仙霞剑威力虽大，但他宋生秋毕竟只有一人之力。如果说我们联合蓝都督的力量，未必治不了他。蓝中岳这个人城府太深，你要记住，此人只能小心利用，万万不可依赖于他。还有，以爹的观察，只怕他对仙霞剑也是虎视眈眈。如此说来，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吗？自古以来，要成大业者，哪个不是险中求胜？眼下，我们要静观其变，先弄清楚仙霞剑的下落，才是当务之急。扎的是什么马步啊？连个马步都扎不稳，难怪你冲拳打得乱七八糟的。要说你是神剑山庄的少庄主，我还真说不出口。爹，冲拳和扎马步这种基本功夫，天天练能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是想让孩儿武功精进，就应该教孩儿神剑60或者其他剑法。冲拳马步都是习武的基本功，那是锻炼你的体魄，让你的身体能够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功夫。你自己该知道，这天下武功派系繁杂，为何唯独少林真人一招黑虎掏心，却没有人敢小觑呢？为什么？